Hello， 大家好，我是玩色即刻的胡子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分享一款上4/5，下1/5的这个短发裁剪。上面这个4/5呢，我们是做重量；下面的1/5呢，我们是做的是层次。那么根据模特它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呢，它的额头是偏高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前面呢也会采取一个剪刘海的一个设计。那么它的后面的收紧度呢，我们会采取底下这里是收紧，这里是重量。这个收紧我们尽可能就会稍微短一些，会显得上面的重量呢会更加明显一些。好，首先呢，我们从后部区后面这个脖子颈背点开始。那这个颈背点的毛流呢，我们要判断清楚。当这个位置的毛流是顺的时候，我们先整层次，后定底线。如果这个位置的毛流呢，它是不顺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是先定底线，后剪层次，这样子呢就不至于令到你剪了层次之后底下是很薄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导致它的毛流不顺，就会翘起来，很难控制。现在我们先取出我们要的层次 ，OK， 保留大概是2指宽的位置的层次。我们把底下头发的长度直接提起来，提起来我们要有一个预估底下长度的一个对底下这个长度呢要有一个大概的清楚，因为我们放在这个高度，这个高度其实首先已经告诉了你，头发剪完之后这个长度一定是比这个高度要长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心里有个底，当你这个区分的越高的时候，它落差的头发它就会比这个区这个距离越长。OK， 要有个心里有个底。好，我们直接提拉起来，与我们这个分区同等高度，剪一个方。OK， 好，把旁边的头发也同样的，上点以后的头发提拉到后面，剪一个方。好，另外一侧把它提拉到后面，剪一个方。OK， 好，那我们拉到后面整一个方呢，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放长这些边角的头发的长度。好，我们看一下效果。OK， 所以呢，你看到我先剪的是层次，所以它得到的底下的边缘线是非常的柔的。如果毛流它是抗拒的，毛流不顺的，这样子它会翘起来，所以毛流不顺，我们不能先剪层次。好，接下来我们定出两侧边角的长度。好，我们先来定出边角底下的长度。比如说边角，我们是在这个大概是嘴唇的位置。好，记住边角的长度呢，一般我们定这个长度，不要比后面更加长。如果你比后面的长度更长呢，边角比后面更长，那么它是很不协调的。所以呢，尽可能后面的前面的长度是比较接近一些，不能过于太长。OK， 提起以边角这个位置的分分线，把它水平找到我们底下定的长度。接下来把边角提起来，把它会去掉这个角，去掉这个角之后呢，边角会更加的薄。我们确保不要剪到边角的长度。OK， 剪完这刀之后呢，我们看到边角呢，通常它会出现的效果呢，好，边角会出现这种散开的状态。我们现在呢，想边角它更加明显呢，我们要制造一个推动力，所以呢，我们将边角向前45度。如果今天剪这个头发，它是分开的，那么我们这个动作一般我们都不可以做这个动作，因为剪完这个动作之后，这个位置的头发是最短的，所以如果头发是分开的，我们建议只向前去做修剪就可以。那如果是头发是不分开的，我们想边角的推动力更强，我们可以向前向上45度。OK。
这样呢会保留边角的这个长度，这样呢边角它下来的效果下来这个弧度就更漂亮。OK，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边角和后面头发做一个连接。这个连接呢，我们采用的是比较高的角度，把全部把它提升。OK， 这里有个角，这个角呢，我们看到这个位置的长度，好，把这个角去掉。好，把角去掉。好，去掉这个角。去掉这个角的同时呢，我们会练到这个位置，刚才会有一条线，这一片头发提起来剪刀是有一条线。那么现在的话呢，它就可以很好的去把那条线去掉，这个位置呢就很柔美。它边角呢和后面呢连接就会很好。OK， 我们另外一侧，另外一侧同样的，我们先定出边角的长度，好，到最深 ，OK， 判断下两侧边角的长度，OK， 好，然后呢，我们将边角把它向上提拉。提拉以这个分分线的水平，好，我们找到我们定的长度 ，OK， 好，剪完边角的长度之后，我们开始向上，我们找出边角的长度，注意不要破坏边角的长度。好，向前向上45度，把这个角去掉。那这样子呢，我们的这个边角向前向上45度之后，它向后的推动力就会很强。真正的边角的明显呢，它不是向下，而是向后再向前。这样子的话呢，这样的边角的柔美度才会更加强烈。好。这刀剪完，我们要做后面的连接。啊，这个位置我们看到这里会有一条，比较有一点点的厚重的这个重量线，我们将它向上，头发向上 ，OK， 把这个角去掉，把这个角去掉 ，OK， 把这个角去掉。向后把这个角去掉。这样头发呢是比较柔美的。好，接下来我们会再继续剪重量的这块，这里是1/5，所以它的区域是比较少的。这里是4/5。好，我们第一步，我们先来去定出它的重量，定出它的重量。首先呢，我们拿出放射点的头发。OK， 放射点的头发。我们呢是会跟底下呢会做一个拼接，也就是我们上下呢是不一定要做连接，我们可以做一个拼接，所以我们这个长度我们会定到这个发际线这个位置。OK， 也就是说定的这个长度是比刚才底下这个长度还要长的，所以我们要做个拼接才可以，这样呢整个发型的重量呢就会更加饱满一些。好。我们后面会采取大切口，2片头发把它剪完，因为后面这个区呢是比较浪费时间的，所以呢我们用大切口。OK， 好，我们拉的是
不是居中发片，我们拉这个发片呢，我们偏向于后面啊，就这样的话是居中发片，我们偏向于这个颈侧点的位置，这样子的话剪出来的话呢，两侧会放得更长一些，后面会收得更紧一些。好，我们先梳顺整片头发，手位向下 ，OK。那很多时候的话呢，很多凡是在提拉发片的时候，都是会拼命的去先梳顺头发啊，最后的话呢再去变化角度。那这个时候其实头发它又变得不顺了。其实梳头发真正来讲，我们应该是先梳顺头发，还是先找准角度呢？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今天我建议大家先找好角度，再来确定头发的顺度。角度对了，我们梳顺它，自不而然它就顺了，不会去改变角度，它也就不会乱。好，我们的手位，这个手位呢，这个手指呢，我们通常会贴头皮的。OK， 我们看到上面的引导线，底下的引导线，但是我们不会跟底下的引导线会做连接。我们用的是30度的切口，3公分的深度。OK， 好，这个地方呢，我们会比它拼接大概是2公分。OK， 我们看效果，这样子呢，它这个后面的重量呢就会更加明显一些。好 ，OK， 另外一片，同样的，我们先确定角度，先找准角度，我们再来确认头发的顺度，这样呢是最快速的。好，角度对了，确定它的顺度没问题，找到引导线 ，OK， 上面的引导线，我们找出底下的引导线。好，我们做一个上下的连接，30度的切口进去，深度是3公分。好，底下呢，我们给它拼接大概是2公分。OK， 好，那整个后部区呢，我们就可以就修剪完。OK， 修剪完之后，由于我们两边的发片是很厚的，所以的话呢，会导致它后面这个中间呢是会有一点点长的，而且两侧的话呢，由于它是往后有点偏移，两侧的长度呢也是会偏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做一个去角的动作，把头发梳起来。梳起来之后，我们把这个角把它去掉。这个位置呢，会做一个去角的动作。好，这个位置呢是会偏长的。OK，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做两侧去角的动作。因为这个头发呢，发片比较宽，它会偏移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修剪完之后，它会长，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由后部中间分开，要把头发偏移到侧面。好，偏移到侧面，我们提起底下的头发。因为我们后面的头发呢是比它拼接2公分的，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修剪的时候，我们也要比它拼接2公分，找到底下的头发。好，我们看到从前向后 ，OK， 这个位置下刀呢，从前向后呢，它的头发是会收紧的，慢慢的向后走一个圆。好，这样子呢，这个位置就会比较顺。会连接的比较好，比较顺 ，OK， 就不会觉得这个位置呢会有一块头发，这个位置。好，另外一侧，同样的，我们把另一侧的头发，这一侧头发呢梳到我们刚才剪的这个底线。好，提起以底下刚才这个分线的高度 ，OK， 好，我们找到这个头发底下的引导线，我们比它长2公分，从前向后。注意在剪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站位要随着我们所剪的位置向后移动。OK，
OK， 那么整个后部区呢，我们就修剪完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剪前面的头发。因为它的额角比较高呢，我们会稍微这个刘海会剪得稍微厚重一点点，因为这个位置的毛流呢，它不是特别的顺。剪前面的头发呢，我们是不用考虑边角的连接点或者是对称点的，我们只要考虑刘海定长度就可以了。OK， 我们先把所有的头发向前，我们定出前面的一个刘海长度。好，刘海长度，也就是稍微有点是过眉毛的长度。好，我们现在呢把所有的头发梳向前，剪一个前面的一个方形。注意这边头发呢，我们定了长度之后，不要降低去剪，降低去剪会显得刘海过于重，就像戴个帽子一样。我们现在呢，我们跟这个发际线水平会拉出来。那么这个头发剪完之后呢，它的落差是会显得有层次的。好，整片头发。OK， 我们注意这个位置剪到侧面的时候，我们的手指仍然是把发片提拉起来，跟我们上面的发际线做一个水平，而不是把手指的这个手位降低。我们把它梳起来，这个位置跟边角是没有关系的。另外一侧，注意手指摆位梳起来，水平。那这个动作呢，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头发前面的刘海呢是偏短的，那侧面的头发呢是偏长的，它会有一个由短推长的一个作用。那接下来我们的前面头发，我们剪完之后呢，它这里是一个由短推长的一个作用。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这块头发我们会放得很长。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个位置的头发的长度和后面的侧面这个位置长度，我们做个连接就可以了。好，后面的初步分开。我们在前后连接的时候，不要去碰到这个边角，因为这个头发我们上面的和下面的是不连接的。剪的时候，我们的角度不要太过于高。OK， 好，我们看到。好，用一个比较小的切口，按照后面的长度来连接。连接完之后，这个地方呢会有个小角，我们稍微的向前45度带过来，把这个小角呢轻轻的抹一下，那么就相当于我们的刘海和后面是做一个很好的连接，它是一个圆的效果。刚才是方的，前面方，错部方。现在去掉角之后，它是一个圆的。那这样我们前后的长度连接之后，连接的效果。好，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侧做一个前后的连接，我们边角保留，把后面把头发梳过来。我们提拉的高度仍然是以上下分区的这条线，不要太低，太低重量会太明显，太高上面的重量会被破坏。OK， 好，我们用小的切口。小的切口呢，你从前往后，从后向前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是大的切口呢，我们就要统一的方向。OK， 剪完之后我们向前，把这个角轻轻的。OK， 好，接下来我们剪完前面的结构，也剪完了侧面和后面的连接，接下来我们做一下头顶的去角。因为我们相对来讲呢，我们剪这个结构呢，大部分都可以理解为是角度是不高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头顶呢会比较扁平。那这样情况下的话呢，它没有动感，我们会增加一些少许的动感，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它提起来，
去掉一点点的角就可以了。角不要去太多，如果角去多了，会破坏这个后面的锭的重量。我们大片头发提起来，把上面这一点点角，把它轻轻抹一下就可以了。一定要记住，不要去整太多。好，一大片梳到中间来。好 ，OK 就可以了。那我们整个发型呢，我们就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去吹干头发。吹干头发之后，我们再来去修理底线的一个形状。如果我们现在去修理的话呢，不一定吹干之后啊，它这个毛流是特别的听话的。我们建议这样的底线呢，我们是吹干之后再来修理。OK， 头发我们已经吹完了。如果你剪头发价格真的是很低的话呢，我觉得接下来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把刀口还原就可以了。那刀口还原，那么它的结构感会很强。啊，结构很强的情况下的话呢，顾客他回去之后，其实他吹干一下头发，其实就可以出门了。他没有必要去过多的去区分造型，好吧 ？OK， 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做一个第一步，把刚才剪的刀口的话呢，去做一个切口的还原。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后面两片是用大切口剪的，很多人会害怕大切口剪完之后的话呢，会有坑坑洼洼的感觉，你完全可以放心，它不单只没有坑坑洼洼的感觉，而且的话呢，它这个位置很均匀，而且很收紧，也不会毛躁。好，我们先开始呢，去还原刀口，去把它轻轻的做一下刀口的柔和。好，我们全部梳向前，好，我们用宽齿梳，这个位置呢是比较厚的。我们并没有去破坏结构，我们还是把这个刀口呢轻轻柔和一下，这样子呢，它放下来之后，这个位置呢它会比较柔的过去，会比较柔的。侧面也是一样的。OK， 因为刚才我们是走一个圆，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刀口柔和也是走一个圆。继续。好，慢慢的去向后。好，这样子呢，这个头发它会更加的柔和。看到这个位置很顺畅。好，后面头发，要刚才用的是大切口，我们可以轻微的去揉一下就可以，因为切口呢，它的发尾呢已经变成了已经柔了，就不需要去再故意下到太多。另外一侧，好，继续这个位置。要注意，还原切口去柔和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提拉起刚才剪的时候的那个刀口，不能高也不要低，否则会破坏刚才的结构。好，侧面。剪刀即进即出，最多的角度不能大于15度，否则会破坏结构。好，这个位置做一下过渡。后面的中间我们同样的提起来，剪刀即进即出，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不连接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位置上下的结构是不连接的。OK， 但这个位置呢，它会看起来视觉感上是连接的，实际上呢头发是不连接的。OK， 现在呢，我们开始呢做一个整体的调亮。如果你是剪头发，价格比较低的，我们就可以买单了，对吧？如果或者是顾客要求有动感的，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胖胖剪表层做一下线条就可以。OK， 我们是没有去改变它的结构，没有改变它的结构的形体。下一步我们来做一个调亮。好，我们分区头顶的菱形区，分菱形区一定要清楚，头骨越宽，我们分的菱形区是越小的；头骨越窄，我们分的菱形区是越大。OK， 调亮剪呢，我们记住，没有开锋的刀在底下，这样它的质感会更强。边角头发，我们边角的头发呢和上面呢也是没有去做连接的，也是一个不连接的结构。好，耳朵后面这片头发我们要做一个去亮的调整。好，继续，手呢要抬起来，这样子呢做的是一个切除的动作。可以好，因为要保持后面的一个亮感比较明显，所以到这个位置呢，我们就不会去调亮太多。OK， 前面头发，我们做一个堆积的调亮，蓬松，由短到长。好，这样的调亮方法呢，就会令到头发里面呢会有很多小空间，所以我们在拨动头发的时候的话呢，它是很通透的，而且产生很好的动感。好，另外一侧，同样的分出一个三角形，左边一个三角形，右边一个三角形，那么它就是一个菱形的效果。好，我们剪的是一个去除，由短到长，从上往下。OK， 记住的就是这个刀呢一定要在底下，啊，这样子呢可以很好的去控制好短头发。OK， 我们的边角，我们会针对边角去把它亮感调一下。一般这样的边角呢，我们是不用做过多的处理，因为它已经很明显。因为你做过多处理的话呢，那么边角可能会显得很毛躁。除非边角不够明显，我们再去做过多的处理。好，而后点的头发，这片头发呢，我们一定要做去亮，而且去的比其他的都要更加的薄一些。前面采用的是调亮的方法，后面采用的是去亮的手法。好，令到后面头发呢更加的
柔顺。OK， 好，上面头发我们做一个蓬松的处理，由短到长，这样子呢，这个位置头发更加的蓬松。OK， 好。好，底下头发，我们这里会做一个轻微的调向量。当我们用调亮剪调完亮之后，那么整个头发呢是很松动的，而且是很通透。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会采用泡泡剪去把它线条的话呢，会做一个加强。那这样子的话呢，整个发型呢就会更加的柔美一些。首先呢，我们来加强一下边沿线的线条，然后再去加强头顶的。好，我们分出我们底侧的保留边沿线的一片头发。我们轻轻的 ，OK， 不要剪太多，因为这个位置的头发的话呢，本来就不多，加强一下。边角呢，如果你要去加强它的线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最底的这个边角这个长度呢是不能碰的。OK， 选择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去把边角这个位置的头发通一个划剪的方式，让边角这个位置呢更加的顺畅。用泡泡剪轻轻的划一下，好就可以了，不要太多。后侧头发呢，我们轻轻的在这个位置划一下，好，这样就可以。然后后侧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很顺。到头顶开始，头顶头发呢，我们1/3，慢慢的会到1/2，好，1/3，然后慢慢到1/2。OK， 慢慢的到1/2。我们拿的发束呢是从头皮开始的。那每一束头发的话呢，我们都会从它的内侧来下刀，这样子每一束头发它的落差呢，它都不会改变头发的质感。OK， 这样子呢，头发就非常的有动感。接下来呢，我们会去做另外一侧，同样的保留宝宝的一片头发。要注意一点就是，往往顾客的退化点呢，头发是很少的，所以的话呢，不要太过于去调整退化点的头发。OK， 耳朵后面，轻轻的去把它做得更加顺畅一些。好，我们来调整边角的形状。OK， 我们看到这个位置的头发，我们反手轻轻的抹一下就可以，让它更加的顺就可以。好，后侧，后侧的位置呢，
轻轻的向后抹一下，让这个位置头发呢向后的时候更加顺畅就可以了。好，可以，一点点就可以。好，接下来我们做这侧的线条。表层头发我们仍然是在1/3的地方下刀。好，底下呢我们可以慢慢的降低到1/2。那这样子呢，头发的线条感就会特别的长。1/3、1/2。要控制住剪刀呢，如果你觉得剪出来的头发已经够多了，就控制住它不要闭合。这样子的话呢，就控制好发尾呢不会太过于细腻。发尾太过细腻呢，线条感呢就不够强，所以一定要保持发尾呢有一定的亮感，不要抹得太碎。所有的线条如果发尾太碎呢，它的线条就没有了。OK， 好，线条做完，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去调整一下底线。每剪完个头发呢，每剪完一个头发，我们都要花几分钟来去调整它的底线，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部位，这样子呢会做到发型呢更加的细腻。好，边角，然后后面头发。这个位置呢，我们仍然希望保持它是比较柔美的，所以的话呢，不希望它是很干净的一个底线，所以呢，我们这个位置用泡泡剪，我们直接把它去调整出柔美的，直接划就可以了。好，我们从后面开始。OK， 我们从后面开始，慢慢的划掉这个角，多余的头发。OK， 这个角。好。OK， 好，另外一侧。这个地方还有点厚重，我们去处理一下。OK， 这边。我们处理一下这个边角。好，这些虚虚的头发呢，轻轻的划一点点，但是不要太多。OK。那可能呢，会有一些顾客呢会觉得这些边角呢会太长，但是的话呢，我们会根据他的情况去做调整。如果他觉得太长呢，我们可以剪短的。好，我们看看边角的长度。好，耳朵后面呢，我们做一下划剪，要让它更加的顺畅。
检查一下边缘线。然后我们耳朵后面轻微做下滑剪，让它更顺畅。很好。头顶的蓬松度，我们可以去看看它的蓬松度。如果觉得不够，我们可以加强一下它的蓬松度。OK， 蓬松度可以稍微的加强一些，可以拿着线条制造它的蓬松感。这样子呢，我们平时呢看到这个头发呢就不会很呆板。头发呢我们完成了，那没有上这个细发品，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发型。那么首先呢，我们是分区，从放射点呢是到耳上点的。我们很简单，分到耳上点之后，我们取的是上面是4/5，下面是1/5。1/5做的是这个位置的收紧，还有就是这个轮廓。其实这个位置的轮廓呢，都是用这个1/5的头发做出来的这些轮廓。那上面头发的话呢，这个4/5我们做的是重量，所以我们看得出这个发型的话呢，这个重量是占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前面的刘海呢，前面的4/5呢，我们同样的是做这个刘海，因为头发剪得越短呢，刘海的区域肯定是越大的，因为它额头呢是比较偏高的，额头比较偏高的，发际线呢也会有点向后。那这样情况下的话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头发呢去修饰一下她的刘海，因为这样的女生如果刘海这个发际线不修饰一下呢，那可能以后啊这个退化线会越来越明显的，所以建议你以后的话呢多点剪刘海，知道吧？要不然剪着剪着就像那个100块那样子了，就不好。OK 好 ，OK 好，我们首先分区完之后，我们在这个位置定出这个大概是2个指位的长度。那我们看得出2个指位的长度呢，这个位置是很收紧的，啊，它非常收紧。这个位置的层次越高或者剪越短，它就越收紧。那之前在剪这个位置的时候，我有讲哈，如果是头发顺的呢，我们可以先剪层次，再来剪底线都没关系。但是如果头发不顺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先剪底线，再来剪这个层次，要不然呢，假如这个头发它不顺，它就会翘起来了，啊，它就很翘，所以我们注意这个细节。OK。好，接下来呢，我们剪完这个底线之后，我们提起来，我们会从边角定长度，提拉高角度，然后再向前。向前之后呢，我们做一个前后的连接。前后的连接，我们采取的是一个高角度的连接方式。如果低角度连接呢，这个位置一定是会带有厚重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用高角度。高角度有个好处就是它的边缘线非常有过渡的会比较好一些。好 ，OK。那后面这块呢，我们是用这个大切口来直接剪的，因为我们平时，在剪头发过程当中，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剪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的话呢，它会很容易就是剪着剪着两边不对称，或者是把时间都浪在这里了。其实这个位置其实无非就是一个收紧或者饱满，要么是层次，要么是重量的一个区别，它没有多大的干系。它跟前面的这个好看不好看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花时间去在后面这个位置，更多的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去如何把这个顾客剪好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OK， 那当然了，这个小姐姐的脸型呢，它这里是有一些肉肉的，所以的话呢，一定要清楚，刘海的话呢不能过于厚重啊，这个量感就可以了。完之后的话呢，两侧的头发的话呢，我们保留一些边角，如果没有一些边角，那很多顾客的话呢，就会觉得这个头发呢就很中性化。有一些边角的话呢，那顾客会觉得，哎，我放一点下来是非常柔美的，啊，相当的柔美，对吗？那前面的刘海的话呢，我们全部梳到前面去剪一个方，一方我们都很清楚，所有头发拉到这里剪一个方，它会向后面推，后面推流向就会向后。那这样子的话呢，头发就会显得两侧会向，中间会向两侧会打开这样的形体。我们再来和侧面的话呢，前后做一个连接，那它就是其实整个头型它的轮廓就是这里会有一点点方，
但到这个位置呢会有点圆晕过来，再往后面收的一个效果。头顶呢我们去角，去一点点角，去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破坏这个位置的重量。同时的话呢，我们要的是这个位置呢会有些蓬松感，要不然的话呢它会很呆。发型呢如果这个位置有点蓬松感呢，它就会显得比较比较精神，比较立体啊，就不会像剪沙宣一样，这个所有头发都是很堆的那种感觉，对吧 ？OK，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上一点点的湿发品。